今天我们要深度解析一个话题，如果还是人类时期的纪国严胜独自一人闯入无限城，要连续单挑所有上弦鬼，他到底能不能活着走出来？先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战国时代，那个时候的纪国严胜还没有成为后来的黑死谋，但已经是一位站在剑术顶端的强者了。这个时候的严胜已经完整掌握了月之呼吸的15个形。想象一下，每一次挥刀都伴随着无数道凄美的月牙刃锋，简直就是移动的艺术品。从1之形的暗月消之弓那种超高速的拔刀斩，到5之形的月破灾窝那种攻防一体的漩涡撞斩击，再到8之形的月龙轮尾那种足以摧毁整个房间的超大范围攻击，每一个招式都美得让人窒息，同时又危险得令人颤栗。重点来了，这个时候的严胜已经开启了斑纹，领悟了通透世界，已经是全人类第2的水平了，但他还只是个血肉之躯的人类，会疲劳，会受伤，无法像鬼那样无限再生，每一次受伤都可能成为致命伤。现在他要面对的是整个鬼灭中最危险的战场——无限城。这个由冥女血鬼术构筑的空间迷宫，随时随地都在变化，墙壁会移动，房间会翻转，天花板可能突然变成地板，简直就是地狱难度的3维迷宫。更重要的是，冥女可以随时把其他上弦传送到严胜面前，或者把它传送到多个上弦的包围圈中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正题，一个个分析严胜对阵每个上弦的胜算。第一个必须解决的就是冥女。这个躲在幕后操控一切的鬼，虽然本身战斗力不强，但他的空间操控能力实在是太麻烦了。想象一下，严胜刚要出招，脚下的地板突然消失，或者正要追击，面前突然出现一堵墙，这种战斗环境简直让人崩溃。但是严胜有个巨大优势，就是月之呼吸的范围性攻击，他完全不需要精准定位，甚至可以直接使用8之形月龙轮尾或者9之形降月连面这种大范围招式，强行破坏房间结构，逼冥女现身。一旦发现冥女的位置，1之形暗月消之弓的超高速拔刀斩就能瞬间结束战斗，所以这一战胜率高达 90%。 接下来是半天狗，这个家伙的血鬼术超级麻烦，喜怒哀乐4个分身各具特色，激怒的雷电，可乐的狂风，空喜的声波，哀绝的枪术，最离谱的是还能合体变成赠破天。要是普通剑士遇到这种群殴战术，估计直接就被打懵了。但是严胜的月之呼吸简直就是为这种场面而生的。陆之形长夜孤月无间，能够产生无数圆月刃，同时攻击多个目标。10之形穿面斩罗月更是能进行大范围横向清扫。更重要的是，严胜作为顶级剑士的直觉，能够敏锐地感知到本体切的隐藏位置，只要找到那个胆小如鼠的本体，一切就结束了，胜率 85%。 现在轮到一窝座登场了，这位武道大师可不好对付，他的破坏杀拳法已经真至化境，特别是那个罗真领域，简直就像自带生物雷达，能够精准感知杀意并做出反击。一窝座的招式一个比一个凶残，灭式的爆发力，乱式的连续攻击，还有最可怕的中式轻银乱残光，那种无数光束导弹般的攻击简直避无可避。严胜必须极其小心，绝对不能陷入近身战。月之呼吸的中远距离特性在这里至关重要。3之形焰祭月、消食和7之形恶境月映这些远程招式要充分发挥作用，关键是要保持距离，同时寻找一击斩首的机会。但是记住，一窝座的再生能力极强，持久战对严胜极度不利，胜率 70%。 接下来是最华丽的铜魔大人，这位万世极乐教教主可是个笑面虎，看起来优雅华丽，实际上危险至极。他的血鬼术能够制造出各种冰晶攻击，莲叶冰的锋利花瓣，枯园垂雪的缠绕冰藤，还有寒烈之白姬那些会自主攻击的冰人偶。最致命的是铜魔的冰晶会冻结对手的肺部，逐渐剥夺呼吸能力。要知道，呼吸法剑士最重要的就是呼吸节奏，一旦肺部被冻伤，实力就会大打折扣。严胜这是在和时间赛跑，他必须在肺部被完全冻结前结束战斗。物之形月破灾窝的漩涡撞斩击可以粉碎大量冰晶，
二之型诸华弄月的连续斩击能够突破防线，凭借精准的呼吸控制，严胜或许能暂时抵抗寒气，但必须速战速决，胜率60%。最后最艰难的挑战来了，黑死谋。这就是鬼化后的严胜自己，一个全面强化版的自己。这个时候的严胜要面对的是更强大的月之呼吸招式，包括人类时期没有的十路之行、月红孤流月、恐怖的再生能力、六只眼睛带来的全方位视野，还有斑纹和通透世界的加持。这就好比用普通配置的电脑去和顶配电脑比拼性能啊。虽然人类严胜对自己的剑路无比熟悉，知道出招习惯和思考方式，可能在关键时刻预判对手行动，但是硬件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黑死谋的每一次斩击都更强更快，受伤了还能瞬间再生，这种战斗简直绝望。最致命的是心理层面的冲击，面对的就是自己堕落后的模样，那种震撼和动摇可想而知，胜率只有20%。总的来说，严胜有很大机会打败冥女和半天狗，和一窝座同魔也有一战之力，但是面对黑死谋几乎不可能赢。这其实是个特别讽刺的结局，严胜就算能打败所有外敌，也打不败自己内心对力量的渴望。黑死谋就是他内心执念的化身，是他追求力量而付出的代价。这场无限城死斗，与其说是实力的较量，不如说是命运的嘲讽。好了，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。屏幕前的你们觉得呢？人类严胜有没有可能创造奇迹？如果是你，会采用什么策略？下期我们将解析，如果霞柱石头无一郎早10年出生会发生什么，绝对精彩，不要错过。